近期来，随着中国在军事领域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惊叹。但这同时也引来了美国的眼红，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嫉妒，于是就开始不断在国际社会上肆意抹黑中国的形象，贬低中国的武器。但是事实证明，他们只是误判了我国的实力。前几天，美国媒体商业内幕网站发表文章，对我国的歼20战斗机大做文章，还用很自信的表述称，我国的战斗机无法统治天空，想与美国 F-35战斗机做对抗的话，歼20性能相比之下要差很多。而最终的原因是，发动机采用了俄罗斯的劣质发动机，所以动力方面会有大幅度的削弱。随后，该媒体还援引了一位西方防务分析专家的话，宣称发动机的落后就是我国歼20战斗机的致命弱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近日举行的珠海航展上，我国歼20战斗机也如约而至，并进行了飞行表演。随后，我国空军发言人申进科宣布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歼20战斗机已经成功换上了国产发动机。今后的歼20不再使用以前的俄罗斯发动机，而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国新发动机。这消息一出，瞬间让我国的一些军事观察人士沸腾了。因为前几天还在得意洋洋的美国媒体，这一下算是丢尽了脸，叫嚣我国的战斗机使用了俄罗斯劣质的发动机，而没有自己的发动机。但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快。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称，近些年来我国自主研发的装备确实是太令人震撼了。此前，因为我们在很多领域的发展都落后于其他国家，经常出现一些被卡脖子的现象。但是如今，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摆脱了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我们拥有着自己的装备和配件。相信在不久以后，我们也可以实现让其他国家对我们的东西产生依赖的现象。美国媒体以及那些所谓的专家也太低估我国的能力了。现在的中国可不像以前的中国了，美国媒体应该多关心一下自己国内的事情吧，比如美国内部出现分裂现象和境内通货膨胀等等的问题，别只顾着对中国咸吃萝卜淡操心了。还有这些西方的专家如果没事儿可做的话，或许也可以为美国出出主意，毕竟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力还是有一定欠缺。万众瞩目的珠海航展日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而就在此次航展开始数日之际，就已经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惊喜，让世界见识到了中国力量。有分析人士对此次航展做出了评价，他们认为此次珠海航展对中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时间也恰到好处。要知道，美国近年来在不断地拉拢盟友对我国进行围堵，最近在亚太地区集结了大量的军事力量，英国航母、德国战舰等目前都聚集在亚太地区。再加上本来就存在的日本以及韩国，这些军事力量集结在一起，对我国威胁巨大。这都还没算上强大的美军。之前说的这些力量加起来还不敌在亚太地区的美军实力。还有西面的印度也一直在边境地区不安分。近日，美日印澳4国刚刚举行了首次线下领导人会议，具体商量了什么不得而知。反正对我们来说肯定没啥好事儿。在这种四面危机的情况下，举办珠海航展，对外展示一下我们的军事实力，确实是时机恰到好处。这次航展上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拿这次展出了 YLC-8E 雷达来说吧，这是全球首款高机动 UHF 波段反隐身雷达，能够实现对隐身飞机的远程预警监测。对美军在亚太地区部署的 F-35以及 F-22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作为我国首款服役的五代机，歼20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航展的明星。这次他带着20家族集体参加了此次航展，并且还将他的御用武器 PL-15系列空空导弹也带来了。这次我国对战展示了首款出口型 PL-15E 空空导弹，它具备140公里以上的超远射程，具备复合制导模式和超视距作战能力，对美国空军及其盟友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而这仅仅是出口版的，中国空军自用版的肯定只强不弱。未来美军 F-35、F-22等战机来中国边境可得小心翼翼了。加上这次展出的各种先进的无人机等一系列产品，珠海航展此次对外展现了中国强悍的航空工业实力。歼20副总设计师王海峰此前甚至用一堆一堆来形容歼20，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航空工业的生产能力已经不容小觑了。有相关人士表示，
这次航展展出了一些武器，对美军和西方国家来说极具针对性，战略意义非同一般，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让那些试图包围中国的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可见这次航展对中国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日前，美国欧亚集团基金会发布了一组最新民调数据，就倘若台海遭到中国大陆的攻击，美国是否应当在军事上保台的问题，向2167名美国成年人提问，最终42.3%的受访者给予肯定回答，16.2%的受访者给予否定回答，41.6%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不确定和不愿意的人合计占57.8%，居于多数。虽说通过这组民调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国内赞成美军武力保台的人不超过1/2，但并不能肯定其他美国民众的态度也是一样。毕竟调查的只是一小部分美国民众的态度。自拜登上台后，美国及其盟友在台海地区的动作就越发频繁，在明知道台海问题触及中国底线的情况下，仍然派出军舰穿越台海峡，甚至公然发表涉台言论。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无异于是在加速制造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增加引爆冲突的风险。在此背景下，美国方面对外公布出这样一组令岛内网友消极的数据，倒是令我国人感觉到不对劲。美国并不是一个轻易会低头或者退缩的国家，哪怕如今国内疫情、经济多个危机持续严重，拜登也没有要放弃针对中国，这就足以说明，就算该国国内支持美军武力保台的人不多，其也依然会继续挑衅叫嚣。值得一提，上个月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一项民调曾引起台媒关注，与此次民调的问题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入侵台海，是否应该派遣美军防卫该地区？不一样的是，相比这次民调结果42.3%的赞成，上次是52%的美国受访者赞成。据悉，这是该智库自1982年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记录到的最高比例。这样两组数据尽管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却可以看出很多美国人在接受调查时，对于冲突的爆发没有概念。台海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关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冲突。简单来说，一旦美国卷入，就必然意味着与中国爆发一场全面的战争。而美国人是否愿意承担这个巨大的代价，或者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后果，这在民调中是没有体现的。美国方面却轻易公布了数据，在分析看来，该国很可能是故意而为之。中美目前就台海问题导致的紧张局势正在持续上升。面对这种情况，随着民调数据的公布，必然会引起国内反华政客的不满，武力保台情绪或许也将因此增强。换句话说，在美国，民调也可以是一种武器，是可以用洗衣粉来制造的。表面上不愿意、不确定美军是否应当防卫台海的美国人占据多数，背地里则是美国方面对准中国的一把利剑，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舆论的制高点，从而借此给我国施压。花言巧语骗不了中国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毕竟美国人的话是万万不能相信的。